快乐正上头。本节目由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。vivo 实况不用 P， 快乐全在 Life 里。本节目由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。首款定制大脑营养，聪明宝宝喝飞鹤。就算是个路人甲，咸鱼也要翻身的。浪花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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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，谁不是个路人甲？谁又有资格评价？任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啦啦。力奋斗，闪亮登场。吨，快乐正上头！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。vivo 实况不用 P， 快乐全在 Life 里。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。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。首款定制大脑营养，聪明宝宝喝飞鹤。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。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。拉开乐宝放开玩 ，Why not？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。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，每周5、周6、12点，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。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，一起喜笑一下。欢迎各位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，分了6个小组，开启无限call out。找个男的，生个孩子，激素就稳定了。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？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。我不想干销售，我觉得这么多年书白读了，确实感觉自己有点脱不下去长衫，但我也知道自己里边啥都没穿。我听起来就感觉脱口秀这2年的发展好像就是女演员一直在上桌，男演员一直在上炕。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，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。2024年的4月8号，我带着2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。我觉得你代表了我们中国女性，我们在永远为自己争取。向阳而生。真的是总决赛选手的水平太强了。接下来魔王挑战环节，掌声有请付航。我从小就知道，只要我没给出答案之前，没人能评判我的对错，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挑战付航，请起立。吃饭之前，我大爷亲自过来问我，你上哪一桌？其实老子会飞，飞天蝙蝠柯震恶正是在下。着火了！我一屁股坐过去，我的同事拿着灭火器来，火在哪里？我说，火在当下。恭喜嘻哈挑战成功！今年所有人都是来势汹汹，今年的比拼也会更加激烈。下半场精彩继续。掌声有请气氛组组长大鹏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鹏。把你们刚才那形容词儿再说一遍。上哪儿找的观众？我知道你们都在想，大鹏来能干什么？一个导演，我们不想看他宣传新电影，我们想看的是付航，是刘洋、刘仁成。巧了，我的新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，他们都在。我这么说啊，也没有利用他们要宣传的意思。想要宣传，我找刘德华、杨幂多好。巧了，他们也在。还有周星驰。他的喜剧精神与我们同在，我很崇拜星爷。10年前我第一次拍电影的时候，我就想邀请他客串。我带着《煎饼侠》的剧本去到了香港，我跟星爷说，能不能参与我的电影？星爷说，大鹏，等一下，我这边也有一个剧本，叫《美人鱼》。他问我有什么想法。我一想，这是要我演呢。我陪着星爷聊到了第6天，星爷说：“大鹏，你必须要走了。”我说：“咋了，星爷？是哪儿不满意吗？”星爷说：“大鹏，
再不走，港澳通行证要过期了。我抓紧时间赶紧问吧。我说星爷，你到底想让我演哪个角色？美人还是鱼？星爷这一次没有叫我带棚，他陷入了沉默。我当时就明白了，星爷其实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演，他想让我倒。最后他也没好意思说出口。煎饼侠还没来客串，但我始终记得我们俩要合作这个事儿，所以我一接到这个节目的邀请，我就来了。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单方面宣布，这个节目就是我跟星爷第一次合作，爱咋咋地。合作了，星爷合作了。我很喜欢我和星爷合作的这个节目，选手我都认识。有一次我逛商场，我还遇到大老王了。虽然当时我们都戴着口罩，但是我认识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。我说：“你是大老王吗？我也是个明星。”大老王当时说：“您这个‘也’字啊，让我很高兴。虽然我不知道您是谁，但咱俩可以加个微信。”我说：“太好了，那下次有演出的票，记得帮我留2张富航的。”富航是真红啊！我这么说没有说大老王不红的意思啊，没有这个意思。后来通过大老王推的微信，富航、刘洋、刘仁成，这也都演上了我的新电影。有人好奇，他们红了以后会不会飘？飘不飘我不好说。反正有一次在拍摄的现场，观众们看见演员了，观众们很热情，在那喊“刘天王，刘天王”。刘洋和刘仁成同时站起来挥手致意，把身后的刘德华挡得严严实实。你们也都看到这个局面了，录到今天，2位刘天王。留那头去了。在这里，电影要上映了，我也想跟3位参与了的老弟打个预防针。其实最后成片里啊，你们每个人的戏份都减掉了一点。问题是他们也就拍了1点。但作为导演，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情况。你说电影拍得很精彩，时长有限，这个时候是剪掉刘德华的戏呢，还是剪掉富航的戏呢？我相信每个导演都会剪掉刘仁成的。我就知道。开个玩笑啊，大家最后还是在电影里能看到他们的，如果眼神足够好。拍的时候也非常投入。富航在电影里演一个岭南荔枝园的保安，有官兵要来砍伐这片荔枝林，富航不干了，说要誓死保卫，说跟树有很深厚的情感。后来还主动要求加一场打戏，啊，说要不然人物不完整。你们要问打得狠不狠呢？反正那场戏是那部电影富航的最后一个镜头，人物倒是完整了，人无完人嘛。打完以后我说打得很好，咱们能不能再保一条？富航，差不多得了。大碗凉面啊！我赶紧安慰他呀，我说虽然你的戏份不多，但是你回去可以跟亲戚朋友说呀，咱们这部电影这么多的明星，主打一个富航。我可以证明啊，演技非常扛打，真不是来宣传咱们电影的。
我一直觉得让人开心是件特别了不起的事儿，所以呢，我是来给各位了不起的人加油的。大老王，在，加油，好吧？虽然这次没演上我的新电影，但周星驰也没演上啊。在我心里，你就是星爷一般的存在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大鹏。谢谢大鹏导演为我们带来的单口喜剧的表演，请您入座。紧张。再次欢迎我们的气氛组各位组长，欢迎天真姐，欢迎大林，也再次欢迎大鹏导演。吨，快乐正上头，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。大鹏导演是好久没说脱口秀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对。这个重新又站在台上是一个什么感觉？我从上面开始腿软。但是观众们特别好，我还没说话，他们就开始乐，所以给了我很大的信心。后来我说话了，反正慢慢也不乐了。我们刚才在底下算着呢，那么多人参加了您的电影，好像您最重视的还是大老王，是吧？大老王对于这个大鹏导演这份嘱托有什么想回应的不？不许哭啊！加油你，不是我加油。都加油！我们下半场要比赛的朋友都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上半场的赛况就非常激烈了，而且也发生了一次魔王挑战，非常的精彩。在这儿问一下咱们气氛组的各位组长，上半场您印象最深刻的那些情节都有什么？首先上半场，我觉得我哭出了去年决赛的水平。我觉得第一场就可以媲美去年的决赛的精彩程度。您说您的发挥还是他们的发挥？我说我的情绪的激动的程度，情感的浓度是吧？对。大林呢？我印象深刻还是付航吧，还是付航。我是说他应对比赛的这个态度啊。他永远在说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小演员，然后特别希望大家所有人都比我强。”他会有这种心态。你按理说上一季拿了这应该功成身退了，这一季又来了，1年就功成身退。是，就说这个人家不骄不躁嘛，特别的佩服。而且我们新朋友也没有辜负付航的嘱托，付航的金牌已经被嘻哈我们今年的新朋友拿走了。嘻哈是我们上半场的第1名，大鹏导演呢？我感觉我要反思一下我自己，因为你站在那儿了，你感受到了，你才知道他们多了不起。那些看上去那么伟大的表演，现在在我心中更伟大了。确实，也是非常精彩的对决。你们如果看到晋级席，就会发现去年决赛的咱们的10强，今年在参加比赛的6位。除了没有上场的于翔宇，前面出战的5位已经都被这些朋友送到待定席去了。我们的待定区现在星光熠熠，能看到他们吗？哎呦，嚯！发生啥了？完了，跑了。往哪跑啊你？干啥呀？哎呦，刘仁荣。看不着这，我不知道咋了。喂，嗨，大家好。这是黑灯是吧？这后边有刘洋教主刘仁成，挨个介绍一下，除了于翔宇之外，其他全在这儿了。报数吧，黑灯。3、4、5、6，对，7都在这儿呢。于翔宇，快点来吧，于翔宇。我是老8，我就不掺和他们了。那我们就开始咱们的比赛，团队火拼赛第2期上半场正式开始。希望坐在对面的朋友们好好发挥，也辛苦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了，就像在剧场那样。还是老规矩，喜欢就笑，喜欢就投票。我们的上半场开场演员也很不容易，而且他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，他是一位东北人，但他生活在新加坡。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
阿水。大家好，我叫阿水，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，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，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，还有华人嘛，华人，对，这自己人，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，啊。但是追的不勤了，可能会有一些滞后。咱这边的很多梗啊、流行语啊，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。但是我们也很爱看，很爱看，因为质量都很好，很精彩。怎么说呢？奥利给啊，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。包括单口喜剧综艺，我看的比较晚。这么说吧，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。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，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，或者说国外乱了。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，工作方面啊，在海外被裁员了，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。我那天还正常下班呢，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，我说那我就先走呗，啊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，开头第一句 "It is a hard decision"。我这一看呀，是来硬的了。确实是能先走了，是吧？当天就被裁了，当天被裁的。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。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，global company， 哪有那么 global 啊？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，啊，贴一堆外国人，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，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？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 ，We are future maker, we are problem solver。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's only one computer. There's only one.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？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，挺累的，就是要接触各种 HR，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，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，我心里就俩字儿：忽悠。接着忽悠。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，啥公司我也不说了，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，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，非常感觉在跳动啊。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，说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，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。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？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 ，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。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？Humble people。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？要人谦虚，那我加入你们，我可以玩命谦虚，对吧？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？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？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，编程不会。英语不会，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？我说我可以学，但学不会。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，大家都是工作。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，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，啊，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。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，你得到的。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它是一段 journey，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， 还是一段 yeah。
你说这跟 HR 聊天，你能没有格局吗？是吧？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's your 5-year plan？ 你的5年计划是啥？我回家心想，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。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，挺累的。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，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，能拿捏一切住场面，就是自信，对吧？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，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？我爸拿起酒杯来，行。这老妹儿，你把酒杯拿起来，拿起来。酒杯里呢有酒，我喝了，你随意啊。我这个人咱说就是好使，咱哪天咱能安排啊？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，没有人敢说话。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，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。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，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，谁还敢小瞧我？那 HR 拿起简历来。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？ 我说切。那 HR 老妹儿，你把我简历拿起来，拿起来。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，我写了。你看不看？你随意是吧？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，我们东北人好使。咱哪天咱安排，是吧？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，好使。I'm a problem solver。哪天安排 ？I'm a future maker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谢谢阿水的表演，喜欢阿水表演的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次送给阿水。阿水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喜丹的舞台，但是就很稳健的表演，我看几位也是。看的就是一直在点头。大鹏导演这一听就是老乡，对吧？老乡，纯老乡，我可能认识你爸。喝过酒。他说第一个包袱是华人，海外不仅有华人，还有华人，我就拍灯了，太亲切了。谢谢鹏哥。你现在羞涩什么？鹏哥去年看的鹏哥的电影，年会不能停。我以为在新加坡刚播到煎饼侠呢。而且他的表演真的就是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听到"忽悠"这2个字了。阿水，我看你的资料是 AI 算法工程师。对。所以你脱口秀是兼职吗？脱口秀兼职，平时主业是做 AI 就那块。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脱口秀方面的技能？几年前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在新加坡，然后看咱国内的综艺，就是学嘛。自学啊？就自学嘛，看视频。因为真的很有陪伴感。其实国外那个我们看的综艺，真的就是国内的综艺，然后有很多喜欢的演员，像刘洋啊、周奇墨呀。然后我这是回来有一点粉丝心态，回来第一次见到刘洋。您是不是觉得他们俩刚出道？是不是？还在那时空里呢？还在新星。你们有刘洋粉丝吗？有。那你看过他们的视频就，哥们儿，一起练呐，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？这个太像，声音都像。你可以退赛了。他是用 AI 研究过我吗？希望你追星不要追到那个待定间去，好不好？但我觉得他刚刚的表演里边，确实他一说，我感觉能看到一点点周奇墨在那种影子。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呈现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物，你们不认识的场景。你们甚至可以点一个周奇墨的段子，我都能给他学出来。爸爹，找吧他杠，找吧他杠，doing what 呢？doing
有抖音我才能抖音。Listen to 拜拜 ，Listen to 拜拜啊！大林看完之后觉得熟悉吗？有种。其实我在看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，我猜测啊，其实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。对。您和刘洋他是真他觉得这样他很那什么，您是模仿他，套在他那壳后头，就是还是觉得做这些东西会有一些羞耻感。没有，就I 人是这样，I 人只有平时表达是非常少的，他只有在台上的时候有那么几分钟给大家看一下他是啥样人。再点一个，别点了，不是，来，不是，原版视频的版权不在咱们平台，那个，怎么有一种进入东方斯卡拉的感觉？好，谢谢阿水的表演，谢谢。阿水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2票，那我们就要开启下半场第一次的挑战环节了。各位演员还没有上场的诸位要想一想要不要挑战。最后倒计时5秒钟。甄勇老师，他对我来说是新面孔。我最开始跟他交流，他说话我也没听懂。电视机我在这里吗？这个电视。哎呀，找 HR。我觉得他一定是特别厉害的人，然后我还挺期待他讲什么的。还可以是吧？这啥我不知道。今年接到了节目的邀约，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第一反应是高兴。哎，那种时光飞逝，那种突然好像不真实，但就是我梦想的那一天，还是有一点胆怯。节目组其实找了很多人，我是一直坚信我能上节目的，因为我嘴巴好。哈？我加油冲就完事了，我们哈尼族不认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真勇，真正的真，勇敢的勇，谢谢大家。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。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。哦，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，没看见少年？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，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，大家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对啊，我这口音很奇怪，连普通话都说不好。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。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。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。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。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，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。记得有回背这个《月牙楼记》，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，先啲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。不要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：“真勇，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，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。”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，我是少数民族，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。我告诉大家，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、瑶族、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。但在多民族地区生活，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。你们听听看，苗族人会下蛊神奇，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。我查了半天，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。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？那2020年的春节，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？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。哎，之前就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？”部落，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，叫社区。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。
我们说好的，我们会保护好这物业。还有人更好奇啊，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：“真有，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，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，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？”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。所以没有文化，只有冲突。比以前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，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。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，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。我告诉大家，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。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着香蕉，这边是香蕉，这边是进口香蕉。就有多边呢？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，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。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，要到我现在的老家，还得再被发配一次。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，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。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，我今天生活在成都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，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。我说妈，更应该注意人事你吧。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。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，她跟我说：“孩子，我担心啥呀？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。被骗过去了，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。”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，他们没能逃出来，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？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，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，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。哎，没事的时候送外卖，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。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，对吧？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，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：“领导，对面的打过来了，他们派了个团，什么团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边跑边喊，赶紧接，要超时了，要超时了啊！”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，我发现每次回老家，大数据对我有偏见，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。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。哎，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，缅北园区有多危险，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？这就是下场。好，今天讲到这，现在我是边疆少年，加油！谢谢，加油！谢谢詹勇的表演。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次给我们来自后阳喜剧的边疆少年詹勇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啊！这位边疆少年的这个整个的状态，有没有唤起咱们边水少年大林的一些回忆啊？我都想振宇老师了。去年我们一块儿回来，今年他又回去了。愿你留下来。快让那个他妈妈去解救一下。没事，我家摩托车是免费的，可以用。哦，那边一扫码就能骑回来是吧？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我知道昆明那边讲马普是吧？马普，我们那里是哈普哈尼族嘛。哦，您那边确实是多民族融合。我上一个这么知道还是纽约呢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啊，就确实是特别热闹。而且我觉得您这个，我觉得其实普通话算是说的挺标准的了啊，是吗？就因为我们听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，对啊，因为云贵川那边其实它的西南官话也属于是北方语系嘛，对，所以大家接受能力也都挺强的，然后再搭上您这个天然的这个地理优势，其实说出来，我觉得大家一个是觉得很新奇，再一个确实您的演绎也挺好玩的。谢谢。如果边水往事有第2季的话，到时候可以推荐一下我，到时候你当那个本胜出演，我来当本地出演啊。我觉得我们今年的新人真的非常强，而且你看这2位都是新人，然后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但是内容也都是你没有听过的题材，跟讲故事的视角你也是没听过的，我就觉得很饱满。
感觉竞争好激烈，有点不知道你们谁胜谁负。大鹏导演，就是如果刚才我的那段表演要加入一些我自己的乡音，就是我有的那个特点，声音特点，可能也许会更好。还在学习是？对，他就很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语言的条件，不是利用，是没办法。他的表演我们都听清楚了，不仅听清楚了，还听进去了，听到心里了，真的很了不起，很棒。欢迎来到我口音的世界。我觉得哈尼的哈尼去了，我怎么叫你这么暧昧的称呼？我觉得哈尼，你说还叫我大领的你？我觉得真勇刚刚表演就是让我最敬佩的，就是他需要大家听清楚的都听清楚的，是需要你们听不清楚的都没说清楚，特别厉害。对，语言能力运用的非常娴熟。我也是云南人，真勇也是云南人。其实因为我看真勇的演出是最近在上海的开放麦听到的，然后我上一次在一个开放麦就笑出鸡叫，还是几年前。看徐志胜，我的天，口音也这么好笑。所以真勇非常的有特色，而且他其实是非常典型的，从确实是很艰难的地方走过来的。他们的老家是那个《变形记》的，拍摄地就。对，是就是真的，我那个小山村就在越南的对面，就是哪怕那时候我小时候，我出生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通公路，没有通电，唯一通就是通风。但这一些都阻止不了我想成为的人。妈呀！哇，那是怎么开始讲脱口秀的呢？脱口秀就是我之前在昆明一直说，因为我不太适合打电话，我感觉。你不要刻板印象我们啊！你是非要从事语言类的行业是吧？然后在昆明做脱口秀之后，了解到之后。就在昆明一直做，但是在昆明的市场很小。是去年有个机会，我在看到了成都后雅发一个比赛的稿子，我就去参加了。那时候我好像手里面只有几百块钱了，然后我就去参加比赛。因为我妈告诉我说，再给你1年机会，如果你不到头了的话，就回来吧。这样就是有点想哭嘛。哪怕这么危险也要回去。所以我就回来了，所以那是我唯一的筹码。但是我去成都比赛之后，我真的得了第1名。哇！嘻哈跟你们平时经常待在一起。对，然后而且真勇，我跟王悦在这边很感触他说那句话，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看他来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只穿了一双拖鞋，衣服上面啥都上面是有一些震撼哈。你真勇啊！我补充一个信息啊，就是真勇当时来那个俱乐部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很感动的点就是他来彩排，他的脚是肿的，然后我后来问他，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说，他说他买的站票站过来的。是因为太远了，因为成都到昆明的那个火车很慢，17个小时是不是？是的，但是我就一直站着。我那时候就想了，我说我未来一定要在中文脱口秀找到自己的坐票。谢谢你把你的故事告诉这么多人，也谢谢你把这么精彩的表演带到这个舞台上。我想气氛组的这个回馈也是你应得的，你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，恭喜真勇。那我们把阿水也请回舞台中央。究竟2人的比拼结果会是如何呢？一个边疆的打一个境外的。单从当场的表现来说，我觉得不分上下，有点难分伯仲。请看大屏幕。哇！恭喜真勇胜出，同时恭喜阿水170票，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。根据咱们的规则，阿水要暂时前往待定区啊，见到你的各位偶像啊。追星吧，哥哥。平起平坐了。有刘洋、刘元成，还有谁？你还没看到去年决赛呢是吧？啊。参加了的都在啊，那是有什么要对大家说的，就再托付2句。大家还是去边远的地方旅游的时候，多支持一下真勇的演出啊。然后还有一些更偏远的地方，比如新加坡，大家去了以后也可以去我们演出。
希望以后还能再见到大家。然后我去学留洋了。真的演得很好，没问题，演得很好。哎，好人，来坐到这里来，坐到你的偶像旁边。根据规则，挑战继续。我们坐在对面的朋友们，如果有人要向真勇继续发起挑战的话，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无人挑战，真勇晋级，请大屏幕显示他的最终成绩：188票，恭喜真勇晋级！哇哦！谢谢大家，我哈尼族永远爱你们。恭喜你拿到了自己的坐票。我跟他很熟，就是真勇从云南到成都的第一场比赛，我就有在现场。其实还很感慨，这样的一个从大山里面走出来的一个演员，他能够有这样的淳朴，这样的真诚。想起当时我选择做这一行，我妈特别不支持我。我说妈，我说你给我2年时间，我说如果我还没被大家看到，我就听你的话。后来我身无分文，觉得我说在昆明我不能再混吃等死，我要出去外面闯。刚好成都有个比赛叫后洋喜剧第4届全国新人赛，因为那时候钱也没有，我就买了最便宜的站票，然后就一直在争那口气。掌声有请今天的冠军真勇！那一次我是只买到了站票，也很穷，但是我说我一定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，在中文脱口秀找到自己的坐票。这次很高兴的是，我买到了坐票。晶片哦，晶片，我们才可以干现在。东出塌方要封路，只能走老路了嘛。从下面上去就只有8公里，但是从老路要20公里。爸爸来接我了，开心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还有1公里。这就是哀牢山区啊！小时候我就一直生活在这边区域的时候，很压抑，因为你看，除了山还是山，就根本就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但我那时候就说，我一定要走出大山，走出大山，走出大山。走走看舅舅，来，舅舅要出场了。哎呦，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。侬点下来没？这是我们。恭喜你拿到了自己的坐票。他可能看不懂，但是看到我在舞台上穿着我们哈尼族这种衣服，然后站在舞台上，他就开心。因为的确做脱口秀的前2年，我是没赚到钱的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底气说，我一定会把我们家庭因为这个行业改变。不容易啊！每个人从那个位置走到这个台上，短短的几步路，但之前可能已经走了好多天，走了好远好远了。那咱们的比赛继续啊！下一位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，他的表演风格也很独特，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之上。掌声有请陈艾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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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陈艾。我是个正常人。虽然医生不这么认为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状态不太好，去了一趟精神疾病医院，宛平南路600号。对，本来去之前听人调侃，我还有点担心，
我怕里边的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行为，突然攻击我一下啥的。那去了之后发现挺好，他们都只攻击自己，比往时那些人强多了。我刚到，医生就让我做了一套那种抑郁焦虑的评估测试。你们做过那个测试吗？做过。啊，可以多做，能带来一些自信。那是我唯一一套能拿高分的题。而且做的过程很奇怪，虽然说它是那种专业的心理评估，但所有答案都让我凭感觉自己选，再根据这个结果开药。这么草率吗？那种感觉就像问你有病吗？我说有，就确诊了。这也太尊重我的意见了。我觉得一个有效的检查应该是没法人为控制的，比如验血、CT， 因为一旦能控制，我就很难正常选择，而是开始衡量利弊。比如有一道题，他问你是不是觉得活着没啥意义，就很难选，选轻了不值得来一趟，选中了走不了。类似这种问题很多，整个测试给我感觉好像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自己有病，总能查出点啥。所以我给这个地方想了个宣传口号：来精神疾病医院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测试的环境也不好，之前我在其他医院做过，它有一个专门的小房间给你答题，但那个医院患者太多了。很多人领完测试只能在走廊完成，走廊很吵，我旁边的人为了不被干扰，只能把所有的题目和选项大声读出来，成功干扰到我。有好几道题我是跟着他选的。最后测出来结果，我不但有抑郁和焦虑症，还有一点轻微精神病。我就知道他有病。不，其实是我有。我的症状是，脑子里经常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声音。你以为我现在在讲脱口秀？不，我在办春晚。我确实有一段时间严重到出门都要告诉自己正常点儿，但这样不会让我放松，只会更容易说错话。比如之前有一次我去买奶茶，还没到店里我就开始想要说什么。你好，来杯奶茶，凉的、热的，热的，微信。准备好了，我到那儿，我说你好，来杯奶茶。他居然问我要大杯小杯，这句没练过呀。但我跟自己说没事，你可以的。现在正常人该问什么？大杯多少钱？小杯多少钱是吧？但我太紧张了，问成大杯小杯啥区别？说完我就特别后悔。因为我发现他在用一种看智障的眼神看我，说大杯大一点，小杯小一点。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段子，那个时候我还不敢面对自己的精神疾病，所以到处说我社恐。但人家社恐只是害怕社交，也不是脑子有病。但我当时觉得应该没事儿，反正社恐也不会当面骂我。但其实我也没觉得自己多不正常，我觉得不正常的是你们，只是你们人多。我懒得计较。而且虽然你们现实中人多，我脑子里人也多。我只是在外边收着。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人跟我说：“没事儿，你放松点儿，别太紧张。”我心想：“哼，我放松，就该你们紧张了。”而且其实有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我之前也不太敢说，但直到这2年，环境好，大家都疯了。
也没想到一个神经病，还赶上了好时代。天知道我这一刻等了多久，因为我1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状态。我当时觉得永远不会被接受了，直到这2年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时机到了。原来我不是风，我是先锋。我甚至都看到希望了。他们说信息时代人也更容易抑郁，也就是你们也会走我走过的路，你们加油吧，反正早晚都得疯，别错过这个风口。我在未来等你们。被确诊精神病这件事儿，最糟糕的是，它会摧毁你一些对于现实的认知。就是有些事儿你以为发生了，其实没有。比如你们生活中都有一些幸福的时候，升职、旅行、恋爱。但如果跟你说这些都不存在，是你有病，是不是就有点恐怖了？对，其实我这个表演也不存在。是你不开心把我想出来的。你可能会想，不可能，你讲的又不好笑。不是我不好笑，是你想象力不丰富。没事儿，我想象力丰富。我已经想象你在笑了。怎么样，先锋吧。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看。谢谢陈爱的表演。喜欢陈爱表演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我们掌声再次送给陈爱。上台前，包括昨天的等待，一定都非常紧张。现在好一些吗？没有那么紧张，还是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。大鹏导演也是很早就给了这一票，是拍早了，拍早了，拍早了，哎呀，拍早了，拍早了。您是在模仿他这个自言自语的风格吗？如果应用到您的开场表演中，至少开场表演那个好像是真实发生过的啊。我就是觉得我拍早了，因为越往后越精彩，他的这个文本太厉害了。到最后，我以为他会收在风口上，那风口已经顶到那儿了，我以为会结束了，但是他还继续讲，结果他继续讲的这事儿，把整个这个表演那高度又提升了。他说：“也许我没在表演，是你们想象出来的。那我不好笑，就是你们的想象力不够丰富。”哇，这个我听到头皮发麻啊，就是有这种感觉。我是在他跟着别人选的那个后边击中了那个，确实有很多值得大家这个击掌叫好的，所谓的说特别值得大家共鸣的。但我就觉得那个特别好玩，我觉得那个让我感觉特别有意思。然后您上来这个状态啊，就是我。刚才是我狭隘了，我按照我的这个想法呢，可能您上来那个状态好像是有些紧张啊，有些胆怯啊，但是随着您的表演，我发现这并不是，而是您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，然后把自己的这些个观点娓娓道来。而且呢，我觉得您这其实按理说也算是观察戏剧了，观察我自己，观察所有人，包括您自己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玄妙的，也挺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啊。谢谢你。我很喜欢陈爱讨论的话题啊，因为我觉得其实确实每个人都是疯子，你是先锋跟后锋的问题，就是你个疯或者是正常的定义是什么？是那些题目来定义的吗？是什么标准来定义的？是谁的权威来定义的呢？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定义，是一部分人拥有了定义权之后定义的谁是疯谁是正常，就这些定义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啊。我也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接纳我们自己，因为我其实从小也是被人说是个非常不正常的人，我已经忘记这个感受很多年了，然后我听你讲的时候就把我的这个感受翻涌出来了。我是觉得好像社会上只允许正常是在某一个区间之内。我们
整个社会系统里，就是对什么是完美，什么是优秀，什么是幸福，什么哪怕是正常，它都有一个定义。超过那些的都叫不正常、不幸福、不完美、不优秀。我是特别反对这个东西的。是的，就是我觉得没有这些定义，就是每个人可以活出自己的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你就是活出了自己的样子，真的。你的话题非常难，但你讲得非常好，我很喜欢。谢谢。志胜跟我说过一句话：“哥哥，是他们别人看见的色儿太多了。”其实陈爱已经讲脱口秀还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新人，已经挺长时间了，是吗？对，演员都非常的喜欢他的内容。今天就是很感动，我觉得陈爱从他讲的内容，他从心里掏出来的东西，能非常快的抵达所有人的人心。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想要上喜剧的舞台上来表达、寻找同类的人，你一定是在生活里非常孤独的人，所以你会寻求这条路来找到自己的同类。然后刚刚听到陈爱说，他只是先锋的时候，确实是这样，我也很开心，觉得你把这个东西这么真诚的说出来，很开心我们能够一起继续疯下去。你有同类，谢谢。我听导演组跟我介绍说，陈爱之所以这次选择站在节目的舞台上，也是因为黑灯推荐或者是给了你一些鼓励，是吗？是。我哭呢，倒不是他段子有多感人，是知道他经历那一切，知道他站在那个舞台上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，而且从陈爱身上能看到很强的那种生命的力量。我非常需要俱乐部老板给我演出机会。就是一个人，他可能会得了一些心理问题啊，或者什么什么，在某一段创伤或者痛苦中很难走出来呀。但是，他虽然还是很纠结，还在很折磨，还是在来回的和这个拉扯，但是能从这个拉扯这个事儿的本身上看到一个生命力在顽强的生长，他已经在对抗这个东西了。我和黑灯真的是开心的落泪，他真的会更辛苦一些，大家从镜头上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的记忆力也很不好，注意力也很难集中，他已经在努力的让自己表现得最好了，而且他能被人接受真是太好了，他终于赶上了他的好时候。因为之前我的人生就是很边缘，很压抑，也没有被看见，我的人生怎么努力也没法就是变成主流社会那样子，我一直在往那方面靠近，因为不被接受的感觉很糟糕。但是我听完黑灯老师讲的段子，然后我就很喜欢，因为他在为这个群体发出声音。我觉得一个舞台需要这种声音。那你有什么想对黑灯老师说的吗？就是非常的感谢黑灯老师。就嘴说说是吗？给你跪下。除了那个做题的小黑屋，你脚下的这个舞台也是一个能让大家做自己的地方。谢谢你的表演，也谢谢大家对陈爱表演的认可，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，满票。挑战环节仍然要开启，在座的各位演员，有谁想要向陈爱发起挑战？倒计时最后5秒钟。无人挑战，陈爱获得晋级席位。我们来看一下她的最终成绩，159票，恭喜陈爱晋级。成功了！加油！陈爱今天我觉得是超出我预期，她确实是表现得非常惊艳啊，而且沉稳。这篇段听的我是后脊背发凉，我觉得这是一篇非常好的内容。陈爱的内容我非常喜欢。一个非常美好的社会，应该是没有人再去评判你的正常不正常。我觉得他很有勇气讲这样的东西。我们天生其实是生活的某部分弱者，脱口秀的舞台就是把一群这样高敏的人群聚在一块，然后去相互的拥抱，相互的奔赴。其实单口喜剧这门艺术就是能让不同的人都被看见，让更多的与此类似有共鸣的人连接在一起。我觉得这就是单口喜剧的魅力。吞服被查。我的茶就是香。
晚茶倍儿香，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，三重贝果口口香，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，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，经上市哦，还是无糖的。今年的新朋友确实都各具特色，每个人也有自己的风格。我们演出继续，接下来这位要上台的也是新朋友，也是年轻人，一位从小城市终于走上了喜单大舞台的年轻人，我们欢迎林简期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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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简期好帅啊！林简期太帅了吧！这是在干什么啊？别给我帅死了！确实很帅，确实很帅。林简期他也太帅了。简期有一种东北热血高校的那种感觉，东北小栗旬。哇，你好帅啊！妈呀，什么？哇！也有骂我大傻子的。他那个气质吧，就看起来就是一个大帅哥的那种气质，完一张嘴吧，还不是很聪明，就是那种笨蛋帅哥。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吧。林简期，东北人，现在经常居住在北京，台球高手，爱去网吧。上网吧这3个字，我很多年没听过了。我说什么？这还有人上网吧呢？怎么啊？你是初中生吗？你是？林简期这孩子，用我们东北话来讲，属于蔫巴桃，非常有个人的特点，属于那种黄老邪那种怪子。这太抽象。小林他的段子，我觉得那个梗啊都很奇怪，然后又很值得琢磨，有那种说不出来的那种魅力。林简期也很强，这是非常受瞩目的新人啊。林简期，林简期拿过好几个比赛冠军啊、亚军。小林他就是年度心梗赛上打败了我，取得了第1名的好成绩，也是实至名归。我会先崩溃。他今天已经差点崩溃了。作为组长来讲，我当时是有点担心，很多人可能会对他稍微期待有点高，我是怕大家这样的话是对他有压力的。我不怕输，演好就行，加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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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简期，我是一个东北人，我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抚顺。我觉得出生在小城市，你就很难介绍自己。别人问我家在哪儿，我说辽宁，他说辽宁哪儿，我说抚顺，他说抚顺在哪儿，我说离沈阳很近，每次都很繁琐，所以一般我会主动说我是辽宁沈阳抚顺。 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辽宁沈阳抚顺，直到一个南方哥们儿紧紧握住我的手，他说：“你好，抚顺。”你好，抚顺，我广西南宁李坤，你好。我听很多小城市的朋友跟我说，基本上在小城市出行就是招手打车嘛，出租车也就只干2件事啊，就是拼车跟拒载。有一次我坐在副驾，他车一停，问路边的人说走吗？路边人看了看，我说车里有人啊，摇了摇头。他这一摇头，司机就骂一道，就在那怎么这么事儿呢？有人怕啥呀？他是死人呐！我说非常野蛮啊！有次我打车这么一挥手，同时停下来2辆出租车，我还没说话，他俩自己就吵起来了。一个说我都停了，你还停啥呀？那个说我停你爹身上了。怎么你停了我就不能停呢？我就在那站着，别的空车经过我也不敢招手，我就只能在那等待，在他俩当中等待一个更强壮。
给另外一个车吵走了之后啊，我隔着玻璃问胜利者的师傅，我说师傅，我去火车站。他说小伙儿，我不去。也没有共享单车。其实投放过一批共享单车，一夜就没了，全让老头老太太拿走卖铁，太快，就一夜。哈喽单车拜拜了。你们想象那个场面，就老太太把车架子敲成铁皮，放自己车筐里，骑着去卖铁。我们总说做事情要打破框架，他们打破的很彻底，他框是框，架是架。老头骑这个3轮车出来了，给这个后备箱装共享单车装这么老高，就你光看他那辆3轮车，你是分不出来他是要偷窃还是要投放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晚上迷迷糊糊一出门，哎呦，穿越了，那大道上拿铁棍搁那撬，拿小锤搁那撬，太震撼了，全民运动。我说怎么了？又变杠了啊？那边老人就是非常的自由啊，什么也限制不了他们。宗教也是，他们信的也不是正规宗教啊。好多老人他信教是因为他们到岁数了，准备上天堂。信别的就很少，你要跟他说轮回，他就说轮回我就不去了。啊，宗教这儿不让干，那不让干，他们信教的主旨就是我都能干，因为我能忏悔。所以你能看见一种奇观啊，就好多老人在教堂门口打牌。哎呦，这帮堕落天使啊！打1个礼拜，进去做1个礼拜啊！那话你都没听过呀，主啊，我忏悔，妈3代1出早了。也没有什么文化氛围啊！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那种假书壳子，就一般是这个饭店、酒店大老板办公室做装饰用的，就摆在架子上，里面是空的那种东西。我第一次见假书壳子，是在我们那儿的图书馆。我说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的假书，还是先没的文化？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个嗷嗷待哺、渴望知识的青年，翻开书一看，我文化了啊！我还上网查了一下，这种书它叫仿真书。哎呦，你听它这个名字啊，仿真书。我从小就对真假这种定义非常的清楚啊。我小时候也穿一些高仿的鞋什么的，我同学就指着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个鞋是假的。”我觉得真假你也得看哪种维度吧。在你那儿它是假的耐克，在我这儿它是莆田正品。它是仿真书啊，它都不是书，它是纸壳子。你让老头老太太知道了，来了全给你拿跑。比在图书馆放假书壳子更诡异的是什么？是这个假书壳子，你能借走。当他跟我说这书啊，你最多看30天的时候，我都有点入定了。我说这里面他该不会有字儿吧？老师问我看没看过《红楼梦》，我说那打开里面一场空啊。我还看过吗？我都看透了。讲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林建七。喜欢刚刚林建七表演的观众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
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林建期。新人朋友上台前不敢多介绍，不敢抬得太高，但其实简琪是过去这1年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位新人演员，也是在很多线下比赛中成绩非常优秀的一位新人，也是拿到过梁岩杯冠军的人。喜番的心梗赛从创立以来一直都是梁岩拿的冠军，所以他也称为梁岩杯。确实，我看气氛组的朋友也是被逗得嘎嘎的。我记得好像是大鹏导演第一个拍灯的是吗？对，他是辽宁沈阳抚顺，我是吉林通化吉安。介绍我的老家吉安，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是在这个地方拍的灯，我特别的有同感。我挺高兴，我这个压抑了一整天的乡音。我想在接下来释放一下，之前都让自己说普通话，但是我看了他的表演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把东北话说出一种上档次。向不了解东北的朋友们，很好的展现了东北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。很好的推广了家乡，因为我也很热爱这片热土。你看我的电影里也经常都是描述我家乡里面的事儿，所以我感觉就有一种那个东北文艺复兴在脱口秀这舞台上产生了，东北话都复兴了，又复兴了啊！我很喜欢你的表演，期待你接下来的段子，加油加油！我们都爱我们的家乡和家乡音，我觉得林简期长得有点像张若昀，你觉得吗？觉得。咱节目好几个明星脸呢，烧饼那也算。烧饼。他身上透露一种古怪的气质，就是很古怪。是什么呢？就是此刻啊。就是你古怪，但是又很好玩。帅气抽象，这个词蛮好的，又帅又抽象，帅抽。我觉得他跟大林有一点像，就是他们其实很年轻，但是有一些老成的气质，但你俩老成的方向又特别不一样。我有那么老成吗？我也想推广我们天津话，其实也还行。特别好，尤其我特别喜欢的那种欲言又止的那种，哎，那个味儿最对了。我最喜欢那包，我当时没来得及拍就过去了。我们那儿就没有共享单车，但其实我们那儿也有过。就是这包太值钱了，这太有意思。所以您现在也不会骑共享单车对吗？那会，我去过大城市。没有，开玩笑，特别好。我觉得您的这个状态什么的，这个独树一帜，而且特别精看，也精琢磨，我觉得应该是今年冠军有力的争夺者。别，那期待你后面的表演。这一次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。挑战环节现在开始，如果还有演员要挑战，就请起立，倒计时5秒钟。大鹏导演开了灯，林简期的这个挑战环节就升级为抢金环节。对了，这得抢他。哇，这么多人！要去抢金牌了！哇，打起来了！来吧，于博来，掌声有请于博。我在后台见过于博，他不长这样。叫于博，来自黑龙江省七台河市。在平时在喜剧联合国演出。我呢就是比较内敛。因为我觉得林简期，因为大家也都很喜欢，我们关系都很好，他确实是今年新人里面大家比较期待的。当然，于博大家也很期待。我觉得对于新人来说，他去选了一个那么对大家期待的新人，是很有勇气的选择。老七是我心魔，之前在喜番金梗赛决赛，我接他完全没接住，
那场他冠军，我到第2。那一次就演的我醍醐灌顶，演的我琴瑟和鸣，脑瓜嗡一下子。我说这有人能这么写段子吗？很长一段时间一写段子脑袋里全是林建奇。我是这种很个人的觉得，我就是想打林建奇，就是想刻竹心魔。林建奇最强新人，怎么事儿啊？嗨，朋友们啊，非常开心的大家演出，我叫于博，来自一个教育大省，山东、黑龙江。可以，鹏哥接着释放吧。老七讲什么辽宁抚顺东北小城市，我说他妈这不纯南方吗？当然，教育大省不是空穴来风。各位，我知道这2年互联网对黑龙江刻板印象很深，东北小孩抽烟喝酒打架混社会，往那一站就是松柏欲盖弥彰。黑龙江是全国最重视基础教育的地方，拥有全国最高的高中就读率。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比北上广深高多了。我们家小城市60万人，7所高中，没有中专和技校，每个混混都有文凭。你去看每一个打你的人都会3角函数。你说学那有啥用？我说看那香港电影《古惑仔》，我说这里边但凡有一个黑龙江人，一眼就发现了。那大哥说，给这个人给我扔海里淹死之后沉了。大哥不行，因为浮力公式 F 等于ρ月 G 为排，淹死就飘了。重视教育，读书改变命运这个观念刻在我们骨子里。从来不掩饰读书的目的，很直接，很夸张。我们当时高中班级直接到班级名字就叫清北班，清北，太直接了。这和那种衡水中学不一样，人家不叫，但能考上。我考不考上别说，我们就叫，先叫，先叫的人先享受清北。但这个名字太重了，老师第一天就会拿名字骂我们，往那一站，很刻薄。30个人，你们30个人在这个班级呀，就必须上清北，谁不上，谁是班级的失败者，是 loser。但那年清华北大纯裸考在黑龙江就招20人。最好情况，我班得含泪开那么10几个被迫上其他985的 loser。这种班级太吓人。为了清华北大布置各种各样标语，奔清北梦清北，整个班级布置的和那个清华北大主题乐园似的。每个人的成绩和分数线的折线图，给饮水机取名叫未名湖。在这儿学习，批卷不敢使劲儿，得清华。天天在乐园里边学习学懵了，说一会儿6点半有没有校长坐着花车游行啊？没有，这个名字很重，老师会拿这个名字骂我们，很多事儿干不了了，玩手机什么的。你们这几头烂蒜考清北，那清北学生会玩手机吗？啊，清北学生会谈恋爱吗？啊，那清北学生会说话吗？你也不知道是骂我们还是骂清北学生。往下边一坐，我都纳了闷了。我说他们到底会什么呀？这群不会玩手机的单身哑巴。高考那年确实失之交臂，没考上，因为自己会太多了。
被迫在上海同济当了4年 loser 啊。哦，这个事儿不值得哦，因为说实话，这不是我想学的。但那种教育观念里，如果你没去到那2所最好的学校，很多人生你就不能选了。当时特别想去北京人大学社会学，我妈说社会学你上什么人大学啊？你上社会上学。听妈的，上海同济学计算机，我说那计算机为什么不在网吧里学？因为那种观念，小时候一直贯彻的叫必须好好学习，去大城市挣大钱。如果不好好学习，留在老家你就饿死。小时候深信不疑，直到自己真的来了上海，发现这事儿不对。因为我也可以好好学习，在大城市然后饿死。人只要想饿，在哪儿都能饿死。上海的消费更容易饿死。但说实话，刚考到上海那年，整个人还是沉浸在自己走出了那种小城市的幻境里边，觉得自己哎呀，哥们在上海打工干个3、5年就买房买车了，你们在老家什么东？直到今年过年回家参加了同学聚会，所有人除了我之外留在老家都买车，所有人在老家都是开车来的。同学聚会只有我一个人，零下30度走了2公里去的饭店。只有我一个人进饭店的时候，眼镜是上霜的。他们有车的人眼镜的霜拿雨刮器就刮掉了。这就是我们观念的区别。因为来上海奋斗的城市，你会觉得大学刚毕业23岁开什么车？23岁在上海就奋斗就该坐地铁。23岁不坐地铁，什么时候坐地铁？对吗？车对我来说应该是那个我在上海打拼了很多年，奋斗原始积累啊，最后中产了，追求车啊房啊，那是我奋斗的奖励。车应该拿地铁里程换。但在老家不一样，老家什么奋斗的奖励？你只要活到一定年龄阶段，爸爸妈妈就会给你买房买车，不是奋斗的奖励，算签到奖励。在线时长够，可以了。确实不理解为什么在老家的朋友能生活的让我羡慕那么多，因为在我看来，他们很多人没有解决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，爸爸妈妈就把一切都给他安排好了，我羡慕至极。独立生活了吗？我说问一个哥们，我说哎，为什么买车？和你们在上海不一样，是在老家，钱花不出去。我说钱花不出去啊？你发的是假币呀？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，那一刻突然意识到，成年人的世界里不是那种完全的读书改变命运。再去考他们，没有人在乎了。问一个哥们儿，我说哎，交流电系统的发明者是谁？他说不知道，去你的吧！然后开着特斯拉就走了。讲到这儿，谢谢毛宇波，拜拜。谢谢于博的表演，喜欢他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，请锁票。谢谢于博。于博其实就是一直在上海的演员，喜剧联合国的演员，虽然看着非常狠，其实是一个00后。他其实刚刚说了，你们都没有注意到，对不对？23，01年的，大家数学还是需要努力一下，上黑龙江读一读。也是大鹏导演的这东北老乡，东北一家人又家人了，是吧？是，我以为这节目搁沈阳录的呢。说实话，我当时写这段段子的时候，还是受大鹏导演，就是其实影响挺深。哦，我初中特别喜欢你的作品。后来上同济就差点了，是吧？我当时看过您第一本书《在难熬的日子笑出声来》。哦，那个时候很触动的是里边的一个画面，说吉安从县升到市的那天晚上，全县在放烟花，然后但是您只有6岁，只能看到所有人的脑袋。
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通过你的脱口秀的表演，真的大家也有想了解你家乡的冲动。我自己也想到了我的家乡，我是尽可能的把这个故事放在家乡去拍摄。之前拍了一个电影叫《缝纫机乐队》，当时为了拍这个电影，还在当地造了一个大吉他。后来呢，我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就很少能够回到老家了。后来我在他旁边看到一个网红打卡的那么一个路牌，上面写着“我在大鹏导演的家乡很想你”。我就在那牌子那儿，当时我心想，其实大鹏本人也很想念大鹏导演的家乡，但是回不去的地方就是故乡。我们可能出发了太远，有的时候得回到那片滋养我们的土地，得跟它亲近亲近，才能收获继续前行的力量。哎，今天我看你是脱口秀，我就收获到了这种力量，谢谢你。我们家乡叫七台河，七台河其实也是一个很小的城市，算是中国最小的，人口可能也很少那种地级市，黑龙江最小的，比抚顺还能小点吧。我们就老大了，我们就没有过共享单车。确实，从家乡出发，然后去所谓的这个大城市追逐梦想也好，去继续求学也好，是好多人的人生故事。这边坐的这几位其实也是好多你们的人生故事，是不是？田震杰，我刚才看到于博下来的时候，我盯着资料页反复看了很多遍。这是你吗？这是曾经的你吗？我当时比较年轻因为小的时候一直靠读书，想读书怎么的，来到上海之后叛逆期来的比较晚一点，就要18、19的时候突然开始叛逆。那你是怎么开始讲脱口秀的呢？以前我们同济有一个社团了。脱口秀社团，对，算是中国最早的脱口秀社团之一啊，就很早。然后我是19年入学那年就被我们社团啪就拉过来了，我说我想去相声社团，他说你不去，不去对了。我是突然觉得好像我也老了，就去年我看于翔宇，我就感觉我已经老了。于翔宇是不是也00后啊？我98年的，咱俩都是那个95后。我近一点啊！我29，他27，再看这位人24。我26，我还没过生。年轻人就是这样，斤斤计较。没有，就觉得哎呦天哪，太厉害了！我本来还觉得我是小孩呢，现在感觉人家这些比我更年轻、更优秀的人都层出不穷了，好像就是。我要再不努力，好像就真的得专心搞影视了，可能就是。没有，特别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特别好，我们都很羡慕你，现在在这么年轻的年纪，已经有这么熟练的技巧，能把你当下最在乎的，也最困扰你的那件事儿，这么清楚的跟大家都说明白。气氛组给了你满票，我们把林简七重新请回舞台。谁会在这次的对决中胜出呢？结果请看大屏幕。这俩还真是之前从来没有想到的强强对话。我觉得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强强联手的一些对决的比赛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今年的这种新人的冲击感。林简琪和于博讲的主题比较像，但我太喜欢林简琪这一套了，觉得他的胜算很大。线下那个林简琪可能是比于博成绩更好，但是那一天我是感觉于博跟观众的连接更好，两套段子我都很喜欢。结果请看大屏幕。